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蒜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想来分享我在澳门遇到的没礼貌的中学生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想先庆祝我那部澳门旅游影片已经破100次观看了。事是这样的，在出游的第一天，因为澳门的纬度比较低，所以天气会比较闷热一点点，所以我跟我妈就去伊势亭前街附近的蜜雪冰城买了2杯饮料。然后买完饮料之后，我们就去大三巴牌坊，因为伊势亭前地离大三巴牌坊其实靠得很近，这个点有去过澳门的人应该都知道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跟我妈2个人都各拿1杯饮料嘛，然后我妈她为了要方便拍照，所以她就把她的那杯蜜雪冰城放在地板上面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群中学生走过来了。为什么我会知道那些人是中学生？那是因为他们的衣服上写的是他们是某某某中学的学生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刚刚拿着手机把他们的样子拍下来，然后再传给他们的学校，请他们好好管教一下他们学校的学生。还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澳门的中学生他们在中午的时候是可以出去的，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吧。如果有澳门观众看到这部影片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解释一下。反正就是有其中一位澳门学生，他要从我跟我妈面前经过的时候，他没有注意看一下地板上有我妈放的蜜雪冰城，然后他就直接这样子踢倒了。但是踢倒之后，他也没有道歉什么的，而且他还做了一件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。我到现在我都还催眠自己，这只是文化差异而已。因为我们台湾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，不小心踢到别人的饮料要道歉之类的，而且还会经常把不好意思挂在嘴边。这点我一定要跟我的俄罗斯观众还有其他国外观众讲一下，我们台湾人是真的无时无刻把不好意思、对不起、谢谢之类的词挂在嘴边，因为这样子会让我显得比较有礼貌一点。但是来澳门之后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可能是因为澳门的学校从小就没有这方面的教育。总之，那一位澳门学生他踢倒我妈的蜜雪冰城之后，他可能也知道这是他踢倒的，但是他却没有道歉什么，他只是看着我妈把他掉在地上的蜜雪冰城扶起来，他就只这样的看着他，而且他也没有道歉。照理来说，如果你只会讲英文，你只会讲 sorry 的话，我妈她应该也是听得懂的。虽然我妈她平常都是以普通话或闽南语为主，但是基本的英文她应该也是会知道的。可能是这里的澳门人生性比较害羞之类的，但是害羞应该跟没有礼貌扯不上一点关系吧。再怎么害羞的人做错事，应该也是还是会鼓起勇气道歉才对。总之，那个澳门学生他的同伴也有跟他说，请他道歉什么，但是他还是没有道歉。好，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，那个澳门中学生他可能只是要看一下那杯饮料是不是他踢倒，他可能只要确认一下这个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有踢倒过别人的饮料经验的话，你一定知道，你在踢倒别人的饮料的时候，你的脚一定是会有那个触感的，那个触感就是很明显，你在推倒某一个东西。所以我其实是很惊讶的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年纪看起来就比较小，他看起来应该只有10岁以下而已。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我要走回我们的旅馆，因为澳门很多马路都有人行道嘛，不像我们台湾啊。好，抱怨完了，反正就是我跟我妈在经过一个转角的时候，然后这时候对面也来一个目测大概只有小学的学生，然后他就这样子走过来，他也没有看路什么的。等于说他从转角出来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我，他就直接往我身上撞上去了。然后撞上去之后，他也一样没有道歉，他就是这样子扬长而去。这就更确定了，澳门的学校是真的没有在教这方面的教育。但是总而言之，我对于整体的澳门旅游体验是很好的，因为我大部分遇到澳门人其实人都还蛮好的。我相信这2位同学应该只是个案而已，这2位同学不能代表所有澳门人的素质都这样。但是对于身在从小被教育要礼貌待人的台湾人来说，我的确是有一点文化上的震惊。我的澳门观众在看到这部影片之后，也可以不用太敏感，因为未来如果我有空的话，我希望我还可以再去澳门旅游一下。从这2位中学生的言行就可以探讨出澳门的教育真的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这是来自一个台湾人的忠告还有经验。为了验证我的推测，如果这部影片破1000赞的话，我就拍一部我在学校宿舍的淋浴间洗澡时，隔壁淋浴间的澳门学生在里面大便，结果被我当场抓包后，我跟他当面对质的故事，让大家一起探讨澳门的教育是否有缺失。那如果喜欢我们这期电影，记得分享我当然下面见，拜拜。